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线上读书。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要来谈平常心跟平等心这两个心有没有具备好，跟我们生活能不能过得平坦、平顺、平安是息息相关的。没有平常心的人，生活不容易正常；没有平等心的人，对人对事很容易起分别，因此不容易有慈悲等观，所以很难平等视众生我们先来谈平等心。什么是平等心？简单讲，平常生活就很正常的心态叫做平常心。相反的，平常生活中心态很不正常，这个叫做没有平常心平常心也是一种境界，平常心也是一种道。有平常心的人，对人对事比较不会计较，对世间事比较看得开，行事也比较能无争跟随缘但是这并不代表说是消极遁世这还是一种积极的人生观平常的心态就要很正常，这样碰到不平常的事情的时候，心才会很平常，做起事来才会一切如常就好像3年来的新冠疫情把我们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购物习惯、上班习惯这个商业习惯、人际互动的习惯等等，搞得很不正常因此呢，从疫情一开始之后呢，证严上人常常以暗示或明示的方式呢，告诫弟子们在严守防疫规定的前提之下，跟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的原则之下，还是要让自己呢精进如常闻法如常，救灾如常，发放如常，跟关怀如常这样菩萨道走起来才会一切很正常。什么叫做关怀如常台湾跟海外的慈济据点有那么多的长期照顾户我们不能因为行动管制在家里，而让他们的生活呢陷入困境而或者不顾到他们的生计虽然疫情期间呢，整个形势看起来是困难重重且关关难过但只要我们闻法如常，而心中有法，则关关难过还是关关过。看起来是很不寻常，可是我们还是可以把日子过得很正常。所以越是困难的事情，越是要悲智双运长期照顾户就是因为平常生活就有困难才会成为慈济的长期照顾户那碰到疫情肆虐，更是雪上加霜这个时候就是菩萨所缘，缘苦众生，是菩萨要闻声救苦的时候所以证严上人才会强调，去关怀受苦受难的人，也是要做到一切如常否则会因自己的不平常而造成苦难众生的生计不正常那能够这样想，就是心系众生慈济宗门跟戒师法脉的全实并演，就是一种悲智双运这样才能做到以慈导悲，以悲起智，以智显慧，以慧等观，达到这样的境界这句话是把悲跟智慈悲跟智慧的相互关系呢，讲得淋漓尽致环环相扣，节节相通福修的再大，但慧不足；或慧修的再好，但福不够，则单脚难行远路所以福慧两足尊学佛的人都知道，福慧两足尊才会让行事保持正常，也才能走得越远。有一次一群志工请示证严上人师父，有人在问慈济到底是修福还是修慧还是只修福不修慧，或修福也修慧？证严上人就回答了，这是做弟子要去思考的问题。师父引进门，修行在弟子
自己要问自己有没有在见苦知福，有没有在见苦知福之后再继续福中修慧呢？这句开示就是要我们自己盘点，既然已经入佛门了，是否能够做到福慧双修跟悲智双运呢？这个也是要自我验收一下。地震过后啊，土石松动啊，上山的路是危机重重啊，却不顾一切要开4轮传动车，而且还是好几辆上山要去紧急发放啊。这听起来是令人感动啊，但做起来会令人头痛啊，太危险了啊。地震过后，那个山路整个都是变形的，都已经龟裂了，处处是危机重重啊。住在山上的人，人家已经习惯山上的生活，求生能力也很好，对，或者我们用其他方法去救灾也可以，不必让自己陷入这种困境嘛，对。好，那疫情期间要去纾困发放，没有去观察形势或选择适当的时间点，不顾一切，也不顾个人的染疫风险，铤而走险啊，这个是有勇无谋，匹夫之勇啊，是勇气有余啊，智慧不足啊，这样就不好。但是如果自保过头了，因为疫情来了，要保护自己啊，保护过头而待在家里，不敢出门，也不敢做事，也不做事啊，不管事也不做事了，这个变成菩萨失业了啊，这样也是很奇怪。所以过犹不及都不好啊，分寸的拿捏要非常的细腻，胆大还要心细啊，勇敢还要谋略啊。学佛的人常常把悲智双运跟福慧双修挂在嘴边，但真正要能够实践出来，还要有名师带头去实践，要有名师的教导啊，我们也能够依教奉行啊，这样比较能够少走冤枉路啊。听君一席话，胜读万卷书，也才能够事半功倍啊。我的小女儿在以前在美国大学毕业以后呢，很幸运的能在这个辉瑞制药厂工作了。有一天呢，老板要他去接洽一位超级大买家了，约好隔天在公司里谈一笔大生意啊。那原本我女儿对客户的这个人际往来是应对自如，因为她是修商业的啦，也是她的这个专长嘛。他对这个客户的人际往来是应对自如啊，也深获老板的赏识啊。但是面对隔天要接洽这笔大生意呢，他前一晚就开始思考如何让整个洽谈能够顺利成功，因此他就开始犹豫咯，他就问我啦，打电话问我这个是一笔很大的生意哦，老板叫他去处理哦。那明天我要穿什么衣服呢比较好呢？穿什么鞋子啊？梳什么发型？从哪里先谈起？平常他已经驾轻就熟的事情，我听他讲好像新手要上阵一样，很奇怪。我就跟他说依你平常的实战经验跟处事经验，这种事对你来说应该是家常便饭的。你不要因为对方是大客户、大交易而心有所分别啦。小客户、小笔生意，我们也是要平等心去看待。你一有妄心分别，就不会平常，而容易起烦恼心就像你现在要烦恼穿什么衣服、穿什么鞋子一样造成一反常态，这样就不平常了就不正常了那经过我这样的小以大义之后呢，他就用轻松的方式去应对隔天果然圆满顺利完成一笔大生意维持平常心，不是就因此随随便便很平常嘛，很平常变成很随缘，变很随便了，不是不能这样子砍拖在一起，不是不是这个意思而是维持跟平常一贯的用心，不管什么人来都一样的用心跟尊重，不会因人而异。打高尔夫球也是一样的道理明明前面是平平坦坦无障碍的，心里没有压力所以挥杆击球也很正常但是一旦前面出现了一个大水池或大沙坑的时候呢，
表现起来就不一样了，因为心里有所顾忌啦，会担心呢打不好球会进到水池里面，掉进沙坑里面，这个就是人性的心理障碍嘛，反而会造成失去平常心，造成越担心的事情反而越成为事实，越怕掉进去，结果真的是掉进去，本来就很容易跨越的安全距离却很反常的把球打进水中里面去了。那其他球类比赛也是这样的道理啊，小型比赛还可以表现很正常，大型比赛尤其是关键性的的比赛决赛，因为呢很重要，所以很紧张，压力很大那这个时候就会失去平常心了，失去平常心带着压力，往往就会表现失常嘛。这个平常我们都有很多例子可以看得到面对人生的大小挫折跟遭遇困境时，我们的心态何尝不是如此？所以平常心或平等心的养成，也是要兵可以千日不用，但不能一日不练法可以千日不用，但也不能一日不备。强调就是平常就要准备好，才不会临时抱佛脚啦。我自己由于推动慈济会务的关系呢，从以前几十年前开始经常都要主持很多大小会议，或者参加大小会议或者很多大小讲座啦，或者培训课程中呢，要去上台分享有时更要在对外的大小场合中呢上台讲话，或者代表慈济去讲话干什么？但人的心理是这样子越大场呢就越慎重不能出错那也就越在意相反的，场面比较小的压力就小，比较不紧张，心情也就很自在。然而只要失去平常心了，即使是小场面，往往也会表现失常。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子的，每次有重要或大型的演讲为求慎重起见呢，都会大约的列一下纲要嘛我等一下要讲什么嘛，对，列重点嘛。但很奇怪列几个纲要或重点这个还好，只要稍微多列一些草稿，列详细一点，表示就是我越在意才会越写得越详细嘛。那这个时候就会表现失常，上去讲话就会表现失常。那这种失常大家看不出来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怎么知道？因为感觉不如预期的顺畅，我自己感觉得出来。那这个就是因为失去平常心，所以表现会不如预期。相反的，只要平常就用心做好准备，这个会让我们胸有成竹，胸有成竹自然就能够谈笑用兵即使兵临城下，还是泰然自若要对自己平常的准备要有信心，放松心情就好，不要紧张那考试啦、球赛啦、分享啦都一样，以平常心去应考、去比赛、去分享，就会表现很正常。有压力或很在意或很担心这样就会如刚刚讲的，越担心的事情越成为事实所以佛家才说平常心是道。以前我们也常讲这个有它的深邃的意境的。其实呢，只要放松心情，以平常心上台分享就能如行云流水一般这个是每一位志工都做得到，因为我们不是演讲家，我们是志工，都是分享者，我们也都不是名嘴，我们是好嘴，所以只要有做就会讲了，这个对自己要有信心了。有些志工做了很多事情你请他上台分享，他都说很紧张不敢上台。可是很奇怪一旦让他上台，心情放松之后呢，却讲到不能下台台下已经举牌了，3分钟5分钟到了，他还不下来不讲完就是不下来。台下的那个场控志工急得要死，本来说不敢讲结果讲到忘我，这是常有的事情因为他是说我所做嘛，他说的是他所做的嘛，不是凭空杜撰的，不用凭想象空间的，有什么说什么，
只要以平常心上台，就能不打草稿，侃侃而谈了。关键就是必须有在承担做事情了，有做就会讲了，没做却很会讲，这个叫做口号呱呱叫，行动不对号啊。我自己最高的记录是连续讲4个钟头，没打草稿，中间也没休息啊。但不过这也是要看情境啊。刚好是针对一群求法若渴的海外志工团队呢。那天的下午呢，他们来金色，本来要出坡去工作的，但碰到下雨改为温馨交流啊。那由我来跟他们分享啊。中间4个钟头，没有人离开去洗手间，感觉道气很强，听法的人很有心，为法而来啊。加上道场的气氛庄严，而说法者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啊。整个分享呢，很对机又很顺畅啊，这就是佛家所说的因缘殊胜嘛。其实连续讲4个钟头没什么了不起啊，每个人都会。平常3、5好友约出来聊天，一聊就是整个下午好几个钟头。也没有打草稿啊，还不是聊得很顺，讲得很久。什么道理？就是平常心啊。所以你说志工说不敢上台，我说你台下跟人家聊天都聊几个钟头了，你上台讲个10分钟讲不出来，对，这个就是这个道理嘛，对有些人是什么？开会的时候一句话都不说，等开完会散会了，私底下说了一大堆，那这样就不好，会造成是非啊。开会的时候意见提的再多，都是用心提出建言，是尽到用心开会的责任，很令人感恩，大家都会感恩你。开会不提，开完会才提，这是制造是非，扰乱人心的，这样就不好了啊。所谓的平常心，就是面对一切事情都能采取处之泰然的态度，内心保持很平静，不动声色，一切随顺因缘，顺其自然，情绪也不受外物的牵动，让心境时刻保持轻松自在这样的心境叫做什么？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不因外物的美好而喜悦，也不因自己的失意落魄而悲伤形容呢，无论面对失败或成功了，都保持淡定的心态，也就是平常心的心态。所以把平常跟无常看作是同样东西的话呢，这就是佛经里面所讲的不二。简单的方式来讲，大家一听就懂。疫情或灾难来了，就是无常嘛，无常视现的嘛。而精进如常，闻法如常，救灾如常，发放如常，关怀如常等等，这个就是平常。一个是无常，一个是平常。因此不二才是真正的平常心跟平等心的。维摩诘经里面有一品叫做不二法门品以前我们有提过一次。那什么是不二法门？不二意思就是说，不是2个极端，没有分别的意思，就是没有好命跟坏命的分别啦。所以要好命或不要坏命，就要先学习不二法门，也就是没有好命跟坏命的分别，也没有福跟祸的分别，也没有信与不信的分别，因为福祸相连信跟不信都是福啦，都要以平等观看待这个就是不二的意思啦。那好命跟坏命都是命命本身没有好坏之分，也没有顺逆之别啦，好坏都是自己的一念心在作怪，在分别，这一心就是不二，就是独一无二的意思啦，唯一的真理啦。那会有好命跟坏命2种标准，都是自己的心在做妄心分别同样你一个人的命运，有时候过去觉得自己很好命，现在要觉得不好命这怎么讲？都是自己的心在作怪分别心在作祟同样一件东西昨天还很喜欢，今天就不喜欢了啦。
同样一个人，昨天对他很有好感，今天对他却很反感。同样一个爱人，当初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现在每天相处，话不投机半句多。这个就是凡夫心的分别嘛。会有分别心，就是因为缺乏平等观。请问各位，很有钱但很不快乐，这个是富还是贫？很穷但日子过得很开心，这个是贫还是富？说穷也对，说富也对，看你用什么角度去看。有的人看起来命很不好，但他的心念照顾得很好，所以因为认命而好命，变成贫中之富。有的人看起来命很好，但心念照顾得很不好，观念很不好，知见很不好，所以心念影响了命运，变成很有钱但很不快乐的富中之贫。有人看起来不是很有钱，但从来不缺钱；有人看起来很有钱，但每天在追钱。这两种人，哪一种是好命，哪一种是坏命呢？怎么讲？所以了解不二法门后，就知道不二是没有分别，是平等的。所以贫跟富不是两个极端哦，是不二哦，都是系于平等的一心跟平常的一心，所以是一心，是一体，但是是两面啊。但没有两心哦，还是一心哦。有两心就会造成偏心呢。以上所讲的这些都是不离不二法门，不二而不分别，也不执着。简单讲就是平常心跟平等心的展现。对，平常心跟平等心跟不二也是有关系的。有些为人父母的志工啊，以及做人家父母的这些志工啊，可以在亲子班或青少年的活动中把别人的小孩带得很好，但是在自己家中却跟自己的孩子互动很不好，亲子关系处在不和谐的状态啊。追根究底就是分别心使然啊，也就是没有平等心啊。对别人的孩子用长情大爱啊，对自己的孩子是私情小爱。长情大爱是清净无染啊，所以没有烦恼啊，可以带得很好在这里啊。那私情小爱是什么？是污染不尽啊，所以充满烦恼啊。对别人的孩子做得到感恩、尊重、爱，但是呢，对自己的孩子呢，很苛求，让孩子充满了压力。跟别人的小孩是感恩、尊重、爱，说话是客客气气；跟自己的小孩说话是疾言厉色、极尽苛求，这就是没有平等心，叫做偏心嘛。偏心也是一种私心呐，不但不平等，也会不平常。所以要做到像天平一样的平衡啊，才是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啊，这才是智慧啦。也因为人性有私心跟偏心的弱点，所以正言上人在慈济大学、慈济中小学成立一开始呢，就设立了义德妈妈跟慈诚爸爸的制度，辅导制度啦，让这些远离家乡来花莲慈济学校就读的这个青少年跟大学生远离亲生父母之际呢，还有慈济的爸爸妈妈给予陪伴跟关怀啊，而这样子的陪伴制度却收到很好的成效。关键因素就在于我们对别人的孩子比较做得到尊重跟平等啊，但是对自己的孩子比较会有私情小爱，所以呢做不到尊重跟平等，有分别，有私心，有偏心。所以这个义德慈诚的制度是易子而教的用法之妙啊，让人性的平等心跟平常心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便法呢，把它显现出来，进而达到教学相长的成效。这样就是由全教转化为实教，由方便转入真实的意思了是正言上人呢，透过透彻人性及教学相长的教育智慧
也印证有平常心跟平等心，做起事来的格局跟成效就是不一样啊。做生意的人常讲童叟无欺啊，大家都听过嘛，童叟无欺也是一种平等心啊。意思是说，做生意不会因为对方是小孩或老人而欺骗他们，还是一样维持商誉，买卖公平。就如刚刚前面讲的，不管是自己的小孩或别人家的小孩，我们对待的心念是平等的，道理是一样。凡事不执着也不分别，叫做平等心。有人常常说老天爷很不公平，这个是因为一般人都是从粗浅的外表呢去看众生的平等或不平等。事实上人的本性是平等的，之所以会有贫富贵贱悲喜之分呢，完全是在于心的作用使然，也就是我们常讲的自信的显现。你自己内心的那种人性的那种显现，自信的显现。贫穷的人如果懂得因缘观跟因果观，还是会认为老天爷是公平的，因为他懂得如是因如是果嘛，因果一定是公平的嘛。那富有的人如果不知足的话啦，常常比上不足啦，他还是会埋怨老天爷很不公平的。明明这么有钱，还认为老天爷不公平，因为自己的心经常在做分别啦，是不是这样？很有道理。平等心是无党无偏，没有党派也没有偏私，也就是孔子所讲的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君子呢很合群，但是不会结党营私啦；小人很会结党营私，但是不合群，意思是这样子啦。如果说是存着一个人的私人结党的心如果有这种结党营私的这种心认为这个人跟我缘结的好，我就跟他亲近一点；那个人是我的好友，我就跟他亲一点。那这个人我不认识他，我就跟他疏远一点。那个人跟我有过节，或曾经对我不尊重我连一点机会都不给他了这些都是心态不平等心态平等才能摒除自私与执着啦。对自己的兄弟是平等不是兄弟也是平等对自己的孩子关爱，对别人的孩子也要平等关爱。对自己的父母孝顺，对一切老人也都当成自己的父母那样看待，或那样的观想，这就是平等心了。有一次，华人商界顶尖的企业家30多人集体去香港拜会李嘉诚那李嘉诚的一个举动呢，颠覆了所有这些企业家的认知原本大家认为说，这么大咖的人物肯定会晚到风尘仆仆的向众人挥挥手，然后在主桌坐下，象征性的吃2口然后发表一番的高谈阔论，最后找借口有事先走了。然而事实不是这样当大家抵达饭店的时候呢，电梯门一打开的一刹那，李嘉诚早已站在电梯门口等候大家，主动跟大家呢一一握手寒暄还抢先发名片给每一个人其实大家对李嘉诚的一切都很了解了嘛，但他还是很礼貌性的主动递出自己的名片，然后在发名片的时候呢，还递了一个盘子过来这盘子里面放了很多号码所有来宾呢，每个人都抽一个号码，干什么？来决定自己坐的位置，没有主次之分免得大家对谁坐1号谁坐2号有过多的想法避免现场的尴尬，大家一视同仁，一律平等。之后大家请李嘉诚说几句话，也纷纷鼓掌欢迎。他却很诧异的说我没有准备好，那就说8个字吧就简单说8个字：创造自我，追求无我。讲这8个字发现现场有广东人，又用广东话说一遍，
还有外国人再用英语说一遍，生怕有任何人因语言不通而听不懂。之后呢，大家开始吃饭了嘛。李嘉诚在自己这个主桌呢吃了15分钟之后呢，起身呢跟大家说：“哎呀，对不起啊，我去隔壁桌再吃个一会。”这时大家才发现现场的每一张桌子都多放了一套餐具。1个小时的吃饭时间里面呢，每张桌子李嘉诚都轮流坐，而且都很公平的坐了15分钟就离开。大家都被李嘉诚这种周到跟细致的安排所感动。桌子转完了，饭局也结束了，李嘉诚并没有抢先走，而是跟大家逐一握手道别了，跟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要握到。这个时候呢，墙角站着一个服务员李嘉诚特地走过去跟他握手，表示感谢。这一次的见面完全颠覆了这些大企业家们对李嘉诚的想法。整个过程，李嘉诚不仅照顾了每一个人的面子，也让每一个人，甚至连服务员都感到相处非常的温馨舒服。这就是李嘉诚长期累积自身价值，包括财富、经验、涵养跟能力的提升之后再放低身段化为无我，才能够让人家愿意跟你做生意所以李嘉诚之所以能够成为商界的常青树，除了他卓越的经商思维之外就是他为人处事的这种软实力。这就是一位超级成功企业家的人格特质做到了平常用心就做人的平常心平常做人就很用心的，跟公平对待每一个人的平等心一个人想要做出一番事业当然事事洞察洞明是前提这个是做生意的这个条件嘛。但是人情练达才是根基懂得人情世故如果涉世未深又不懂人情世故，也不懂人际关系去跟别人结好缘，要成功就比较困难不只是众生平等，法门也是平等。法门平等没有高下，不同的法门也是一样的平等。无论自己是修哪一个法门，对于修不同法门的人，一定要起恭敬心，并以平等心待之我们常常讲自赞而不回他嘛，其实境界再高一点，叫做不自赞不回他。我们也不自吹自擂，那我们也不要去诽谤别人不自赞回他绝对不要说我们这个法门好，你们那个法门不如我们或者说你们是修福不修慧你们比我们差多了这样升起傲慢心，就是落入外道，就不是正信佛法了。佛法教我们要清净心，开智慧，断烦恼。如果修学佛法还只有先入为主的错误观念，总觉得自己是高人一等，这样就难以慈悲等观来视众生也会很难与众生结好缘所以《维摩诘经》里面讲嘛，直心是道场嘛六祖的三传，也就是马祖道一大师呢，把它改为平常心是道，两个都是相同的意义真正的慈悲是充满平等心，没有平等心的慈悲，美其名是慈悲，其实那只是偏狭的小爱而已平等心的对象包括朋友、敌人、一切有情众生就好像证严上人几十年来持续救援国际灾难对所有国家的灾民也好、难民也好，或被疫情所困的乡民也好，都是秉持众生平等无分别的信念不只是证严上人所有高僧大德都是这样子这就是慈悲中蕴藏的平等。唯有带着平等心的慈悲，才是大爱的基础。既然讲大爱，就不能有分别。同理，有了分别心，即使是慈悲，也不能说是大爱。
因为大爱是无私无染的。这样的道理我们必须要清楚啊。除了平常心跟平等心的观念很重要之外呢，还有一种观念我们也是要去理清楚哦。什么观念啊？有人说，这个人很爱行善，但怎么命运这么不好呢？这个说法是不对的，这样谁敢行善呢？也有人说，我发愿之后碰到好多的魔考哦，这个说法也是不对的哦，会误导人心呢。这样谁敢发愿啊？对，不要发愿还好，一发愿就这么多魔考，那谁要发愿？这个讲法是不正确的哦。很爱行善，那是为来世植福啊。那这辈子命运不好，那是前世所造因啊，今生受其报嘛。所以命运不好不是因为很爱行善所造成的啊，这自有他的宿世因缘所导致的嘛。那道理是这样啊。那发愿是针对一件事情的勇敢承诺啊，从而产生不可思议的力量嘛。所以说有愿就有力嘛。但是有障碍来模考，那也是有他的宿世因缘啊。有障碍不是因为你发愿而来啊，否则谁敢发愿啊？那不要发还好一点。这两个要区隔清楚，不能混为一谈。用台湾话来讲，就是说，不要过准个嫌客弯呐，乌白牵拖，乱牵拖啊。同样的道理，有些人在路人境修行之后碰到逆境不断，障碍连连呐，因此呢，对自己的修行或所修的法门产生质疑的，认为不要入人群，不修行就不会碰到这些问题的啊，不要入人群就不会碰到人我是非啦。听起来好像是很有道理，似是而非啊。这也是一种倒果为因的谬论啊，叫做惑障。因无明而产生疑惑，因疑惑而产生障碍，叫做惑障。我们在唱诵《法华经》的时候，不是都有唱到一句吗？心心清净，黑将易除。我们有唱到这个经文嘛，对不对？那惑障不是易除了惑障捐除，念捐呐。那捐除就是清除、免除的意思了。意思是说，我们很容易碰到疑法跟疑惑而产生障碍。那修行学佛就是要将这些知见不正而产生的障碍把它排除掉。修行就是要来解脱烦恼嘛，解脱生死，解脱知见等等嘛。如果修行会造成诸事不顺、逆境连连，那谁敢修行啊？对不对？这样就有点就不对了啊。修行之后反而逆境连连，那意思是不要修行就不会有逆境了嘛？这是逻辑错乱的。以前我去马来西亚宣导斋戒，演讲完后，一位大德跟我说，他说：“季师兄，我的一位亲戚他吃素10多年后往生了呢。”我一听，这句话有点问题哦。你的亲戚吃素10多年后往生，那好像是你的亲戚是因为吃素而往生的哦。那照他意思这样子，吃荤就不会往生吗？这是似是而非的错误论调啊。还有一种人是这样子啊，他去看医生，经过医生诊断后跟他说得了癌症，他愤恨不平的说：“早知道不来看医生。”这也是一种颠倒跟错乱呢，好像不看医生就没事，看了医生才有事啊。对，学佛跟没学佛的人都会碰到逆境，也都有痛苦的感受，也会有快乐的感受，都一样。就好像呢装了痛苦的剑一样，当你痛苦的时候，就好像装了痛苦的剑一样嘛。但差别在于，有受佛法教化的人呢，他会平静的去观察痛苦，观察这个苦的来源在哪里呀，然后用智慧去把它消除掉。所以他中了第一箭之后呢，他不会再中第二支箭的，他甚至可以拔掉第一支箭的。那未受佛法教化的人呢，他中箭之后呢，心里就会执着这支箭了。为什么不是别人是我？为什么别人不生病我生病？为什么别人不得癌症我得癌症？对，为什么别人那么幸福我这么辛苦？对不对？他会越来越迷惑，越来越恐怖啊！就好像中了第一支箭之后呢，
继续中了第二支箭呢，那感觉越来越痛苦，因为苦上加苦啊。总而言之啊，修行或不修行都会放到逆境，这是各有它的因果啦、因缘啦，不能倒果为因啦，混为一谈，否则会误导人心呐。发愿之后去行愿，会愿大力就大，这是一个助道的力量啊，是一臂之力啊，是一种助力啊。但发愿过后，怎么会愿力变成阻力呢？这个就很奇怪了啊，这是心念产生问题。什么问题？认为发愿过后就要承担，承担就必须去付出啊，这样就会让自己被工作绑住，时间被绑住而失去自由。这个就是知见不正啊。志工团体里面也会有很多这样的现象哦。有些人很害怕承诺，不敢给承诺，他们担心一旦承诺之后就要开始承担，就会怕会捆绑失去自由。刚刚讲的嘛。其实不敢承诺又不敢承担，才会把自己绑得紧紧的，痛苦异常。因为呢，你不敢承担的人，也比较不敢发愿嘛。不敢承担的人就是不敢付出，这样我们的潜能永远卡在里面，没有办法被激发出来。因为不敢承诺，所以不敢发愿承担啊。没有承担，所以没有学习的机会啊。因为缺少学习的机会，所以没有经验啊。因为没有经验，所以没有能力；因为能力不足，所以信心也没有信心；因为没有信心，所以越不敢承担。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这个叫做身不由己的，所以一直无法做自己生命的主人呐。好，我们今晚读书会平常心与平等心就讲到这里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感恩大家的参与。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